萧炎、林动、沐尘三人的脸上没有一丝的恐惧，反而洞穿了这飓风风暴的全面目，那是对大道的渴望和对更高神境领域的力量探索。随着飓风风暴将萧炎、林动、沐尘彻底的吞噬后，也开始逐渐的平息下来。飓风风暴消散于这片天地间，但在下一刻，众神奇强者们便是看到了刚刚萧炎他们三人所站的虚空，竟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光球。那光球的表面印刻着他们完全看不懂的万千道字符，而这每一道字符中似乎都蕴含着一股超越天位神力的玄妙道法一般，而那光球体便是承载着万千道法的一个载体。但是又很快，这些万千道字符似乎发生了异变，感觉是受到了某种力量的压制，竟是硬生生的将那万千道字符全部给消除殆尽，只留下为数不多的模糊字符在那光球的表面上。这一幕令得在外的众神指强者纷纷感到无比的吃惊，他们无法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刚刚那光球之上都是充满着万千道字符，结果现在只剩下为数不多的模糊字符。如果这些字符便是道，那么即便这些字符留在上面，也都是很难去领悟到其中的道法真谛，也不知道这些字符属于什么道法。就在众神奇强者在外面议论纷纷的时候，在那光球中，里面仿佛是一片新的世界，充满着所有可能要发生的事情。在那里面根本就不存在有无法完成的事情。这股感觉在萧炎、林动、沐尘三人的内心中不断的被释放出来。就在萧炎、林动、沐尘三人缓缓睁开眼的那一刻，他们身上散发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玄妙光辉，仿佛经历了一种蜕变一般。但实则这还只是开始。果然，刚刚的飓风风暴虽然恐怖，但那只是表面现象。萧炎、林动、沐尘三人踏入在这光球世界中，眼前景象令他们瞠目结舌，在他们的眼前身后竟是有着无数光点漂浮在四周，犹如星辰散布于浩瀚的宇宙。虽然光点非常的细微渺小，却蕴含着无比玄妙的庞大力量。这些光点仿佛是一个世界的基石，它们散发出的玄妙能量让空气都显得厚重起来。萧炎见此，便是伸手触摸向其中一道光点之上，指尖刚触及，就感到一股刺痛贯穿至神魂深处。他惊退一步，面露凝重之色，仅仅一个触碰间就让自己的神魂感受到来自深处的刺痛感。这样的能量恐怕只有道法力量才能够办到了。林动和沐尘两人见状，亦是心生敬畏，也不敢再有轻举妄动。他们再次环顾着四周，发现这些光点在不断的变换演化，仿佛有着自己的意志与生命。萧炎、林动、沐尘三人心中涌起一种强烈的预感，这里的每一颗光点都似乎代表着光球世界的一份力量。那这里有那么多光点，那岂不是他们无法想象这其中的玄妙能量是多么的庞大无尽，这份力量又是何等的浩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光点似乎开始对三人的存在做出反应，他们围绕着三人旋转，形成一个个微型漩涡。能量波动间，萧炎感觉到自己仿佛与这些光点之间有了某种微妙的联系，他能感受到光点中的喜悦、愤怒、悲伤与欢愉。三人心照不宣，深知自己正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奇异体验中。他们决定深入探索，希望能解开这些光点的秘密，以及他们所蕴含的无尽玄妙能量之谜。在这片光球的世界中，萧炎三人原本正准备深入探索那些漂浮的光点，去探索他们背后隐藏的奥妙。他们三人的手刚刚伸出，准备触及那些闪烁着玄妙光芒的点点星辰时，忽然间，一束刺眼的灭世之光划破了浩瀚无尽的长空。这道光如同创世之初的曙光，但它却是含无比浓郁的暗物质以及暗能量，仿佛能吞噬一切存在的事物。而被吞噬的事物物质全部都会被永远的沉寂。就在这一刹那，所有围绕在萧炎、林动、沐尘三人周围的无数光点，像是受到了召唤，又像是被这股强大的力量所吞噬，纷纷消散在了无形之中。萧炎三人震惊地看着这一幕，他们的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他们曾见过无数奇异的现象，但如此剧烈、如此突然的能量消散，却是他们生平仅见。他们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都因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而漏跳了几拍。但是很快，萧炎他们在震惊中缓缓地回过神来，尽管那些光点消失了，但他们依旧能感受到在这里光球世界中，那些无数光点的那股庞大而玄妙的能量依旧存在于其中，只不过似乎被一道无形的屏障隔绝，使得他们无法窥视其内部的真正奥妙。他们站在那里，静静地感受着那股能量的波动，试图从中找到一丝线索，了解这神秘力量的真相。然而这片空间再次恢复了平静，只剩下他们三人和那难以捉摸的庞大玄妙能量。就好比你能够感受到其中的庞大玄妙能量，但是却不能去领悟和触及那些存在。这些光点和刚刚那道曙光是什么？为何那曙光的出现就将无数光点给吞噬了？那得有多大的庞大能量才能够做到吞噬这么多拥有玄妙能量的光点？林动喃喃地说道。萧炎、沐尘两人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不过刚刚那道曙光中蕴含的乃是暗物质的能量，似乎并非是真正的曙光，而是灭光。就在他们不知所措的时候，在他们的遥远前方竟是浮现出3颗光点。那3颗光点的光辉非常的暗淡，而且也是非常的模糊不清，但能够在这3道光点中，似乎有着非常玄妙的能量在那其中蠢蠢欲动。但是如果没有领悟自身道法的人，根本无法感受到那其中的玄妙能量。所以林动和沐尘二人便是很好的例子。但是对于已经领悟了自身一丝火道的萧炎，
他似乎在这3颗模糊不清的光点中，似是感应到了其中的玄妙能量波动。我能够隐隐地感受到那3颗光点中的玄妙能量，并且我可以断定，那光点中一定蕴含着所谓的大咒道义。萧炎的此话一出，倒是让一旁的灵动和沐尘感到了兴趣。萧兄，那3颗模糊不清的光点中，真的蕴含着大咒道义吗？灵动沉声道。而这话也是沐尘想要问的。他们2人的目光看向了萧炎，希望能够在萧炎那里得到一些答案。应该没有错，可能是我之前领悟了一丝火道的原因，才能够隐隐约约地感应到那其中的玄妙能量。但是什么？灵动沐尘疑惑地看着萧炎问道：你们之所以无法感应到那光点中的玄妙能量，是因为自身还没办法领悟自己所修之道。只要你领悟了，就能够感应到其中的庞大玄妙能量，但即便是感应到了其中的那股能量，也无法领悟完整的大道。此话一出，灵动和沐尘便是更加感到吃惊了。无法领悟完整的大道，这又是为什么？林兄，沐尘，你们是否听说过大道机缘录只能让一位万界圣子成为大道主神？萧炎的声音很轻，但是传入他们的耳朵中后，却是一道炸响声。这么说，只有一位能够领悟完整的大道，成为超越半道神的大道主神。灵动与沐尘的眼睛相互看了一眼，沐尘开口道：所以说，想要成为大道主神，我们3人中必须有一位有资格了。萧炎点点头，然后笑道：没错，所以我们之间还要一战，决出胜负。这样也好，我们3兄弟之间也已经很少一起交手了，也不知道现在萧兄你的实力达到何种高度了。灵动深吸一口气，然后直接在萧炎和沐尘的脸上扫了扫，隐隐间有一股强大的气息弥漫出来。这股气息之中有诸多的属性力量在蠢蠢欲动。灵动不愧是灵动，不带一点拖泥带水，说交手就交手。感受到灵动身上那多种强大的力量时，萧炎与沐尘的脸上淡淡一笑，显然他们也等了很久了。这一次不仅是在3位万界圣子中脱颖而出，更是比较一下他们3兄弟之间究竟谁威风。哈哈，林兄，沐尘，你们不要保留实力，不然失去领悟完整大道的机会可就没有了。萧炎嘴角带着一丝幅度，然后也是提醒着他们一定要出全力。好，我们不会留手，接招。灵动的微笑中带着一股不容小觑的自信，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随着他的轻笑，空气中的能量开始激荡，10道祖符如同夜空中的流星，各具形态，却同样散发着毁灭的威压。他们环绕在灵动周身，仿佛古老神灵的使者，以一种神秘而古老的秩序排列着每一祖符，都犹如一幅古老壁画，线条流畅而充满恐怖的力量。他们在空中缓缓旋转，散发出璀璨的光芒。祖符上的符文仿佛活了过来，它们跳跃流转，不断变换，好像在诉说着古老而深邃的奥妙。一旁的沐尘面对灵动这突如其来的恐怖气势，却是丝毫不惧他，深吸一口气，全身的神力如同被唤醒的巨龙，开始在他的血脉中奔腾。他的双眼紧闭，而后猛地睁开，眼中射出2道原始的光芒，如同穿透黑暗的利剑。他的体内仿佛有一座沉睡的火山，在这一刻终于爆发，强大的原始力量自他体内释放而出，化作一道巨大的光柱，宛如天柱一般直冲云霄。光柱中蕴含的力量那原始非常之强大，以至于周围的空气都被无限的压缩，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沐尘站在光柱中央，被神圣原始的光芒包围，仿佛他本人就是一尊原始之神一般。他的身体在光芒中若隐若现，显得无比庄严而神圣。他的气势与灵动的气势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难以言喻极致压迫感。周围的空间在2人的力量下开始扭曲，仿佛随时都会破碎。这种力量的碰撞让的萧炎都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心中暗自一笑。对于灵动和沐尘的实力，他可是非常的了解。祖符和原始法身皆是大咒的神物，一旦爆发出真正的力量，可不比他的神火。若萧炎面对灵动沐尘的那强大祖符和原始法身的压迫感，眼中射出炙热的火芒，他身体周围的空气开始扭曲，随着他的手掌挥动，5道火焰瞬间燃起，那是由1道地火和4道神火组成的火焰漩涡。火焰迅速蔓延，将周围的环境照得通红，温度骤然升高，仿佛能将一切融化。灵动和沐尘也不甘示弱，他们各自施展出了自己的绝技。灵动大笑着，全身肌肉膨胀，一股强大的力量从他体内爆发而出。他挥出了一记重拳，拳风呼啸，空气都被撕裂了。而沐尘则化身为一道电光，瞬间冲向了萧炎。他的速度极快，只留下了1道残影。哈哈，来得好！萧炎催动那火焰的漩涡，爆发出毁灭的气息。3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们的力量相互碰撞，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火焰、电光、拳风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片混乱的战场。周围的环境被摧毁，如果换作在一个山谷之中，周围的所有树木、岩石、山峰、大地都被炸成了碎片虚无。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烟尘和强大的毁灭气息，他们继续相互对抗，试图找到对方的弱点。萧炎的火焰越来越强烈，灵动的肌肉更加膨胀，而沐尘的电光也变得更加耀眼。他们的战斗已经进入了非常激烈的阶段，因为他们一出手便是全力，没有留手。毕竟只有最后胜出的那个人便是可以获得领悟完整大道的机会，而这最终的结果目前谁也无法预测。突然，萧炎发出一声怒吼，
他的火焰瞬间燃烧到了极致，形成了一道巨大的火龙扑向灵动和沐尘，将他们包围在了火焰之中。灵动和沐尘奋力抵抗，10道祖符的力量各自爆发，直接成功的抵御住了火龙的冲击。而沐尘也同样将数座原始法身的力量化为电光，极力的对抗着对萧炎的可怕攻势。轰轰轰，3道神物之间的力量对拼下，使得这处空间都被摧毁殆尽。不过很快那些被摧毁殆尽的区域以一种非常快的愈合下恢复了正常，毕竟这光球世界到处充满着玄妙，根本不是那么轻易就被摧毁的存在。就在这时，3道强大的力量相互的抵消而去，火焰、电光、旋风也是瞬间消散不见。3人停止了战斗，都感到了一股彼此强烈的压迫感。他们知道这场战斗已经超出了想要分出胜负非常的困难，所以必须动用他们的底牌。火焰原始法身的力量的确厉害，即便是我这10道祖符的力量都难以镇压住。灵动微笑的说道，灵兄的祖符也很强大，我的多种神火都难以将其压制，而且沐尘的大道金身如果不是缺少了一只手臂，恐怕还能够发挥出更强大的力量。萧炎一连赞叹，不过这并不是他谦虚，而是祖符与原始法身的力量的确很强，如果那只断臂没有消失，那么大道金身中所蕴含的原始道法怕是能够让沐尘的实力提升非常之多。即便是没有脱颖而出，他能够以大道金身的原始道法完整对主神的突破。至于灵动已经集齐10道祖符，只要能够让祖石化为祖神石，那么10道祖符的真正力量也都会发生巨大的蜕变，而最终使得这些祖符全部升华为神符。一旦神符出现，那就代表着灵动也将会触及完整的大道，从而突破主神的领域。至于萧炎，虽然他之前靠着生死出道丹领悟到了异思言之一道，可是想要领悟完整的大道却是目前无法办到，毕竟领悟完整的大道可并非那般容易，而且如今的大咒中万千大道沉寂，想要领悟其中的道义更是难上加难。而且萧炎之所以能够领悟道言之一道，是因为言之一道乃是无上道法，是所有万千之道中的无上存在，所以萧炎才能够领悟道言之一道的一丝道义。所以只有让萧炎脱颖而出，或许就能够与那所谓的花仙子双修之下，说不定就能够一举突破，领悟完整的言之一道，也就是言神之道。萧炎双手挥动，空气中的火焰再次汇聚成漩涡状，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决绝。这一次他将自己领悟到的异思言之一道融入在了神火之中，使得漩涡变得更加玄妙，每一处都散发出难以抵抗的毁灭气息，仿佛连整个光球都能被燃烧殆尽。在那漩涡中，一道淡红色的火芒若隐若现，那是言神之道的象征，它蕴含着无穷的道法能量和破坏力。灵动和沐尘面对这股强大的力量，心中不禁生出一丝敬畏。他们知道此刻的萧炎已经施展出了道法之力，所有不得有所闪失，这也是他们之间决出胜负的最后一击。于是他们各自施展出了最强的攻势，灵动的10道祖符在自己的掌间开始绽放交汇，如同一方未知的神秘世界，其中弥漫着一方大世界的磅礴能量，璀璨夺目，仿佛能够撕裂一切束缚。沐尘则以法心之眼催动出8座原始法身的所有原始本源，化作一道原始光束，向萧炎的神火漩涡以及灵动的神秘星空大世界冲击而去。轰，3股力量在虚空中碰撞，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火芒、星空、光束3种截然不同的能量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震撼人心的画面。火焰似乎要将一切都吞噬焚烧，星空则展现出无尽的深邃与神秘，光束则以最原始的姿态撕裂空间。万物在这股原始力量面前显得如此渺小，仿佛即将迎来末日般的毁灭。四周的空气因为这股力量而变得扭曲，空间像是要在这股力量下破碎一般。然而萧炎、灵动、沐尘3人却在这毁灭的力量中展现出了一种惊人的冷静与坚定，他们的目光如炬，手中的攻势更是毫不留情，是要在这场力量的角逐中分出胜负。轰隆，轰炸声如同天崩地裂，震得人耳膜欲碎，恐怖的光芒瞬间充斥一切，宛如白昼中的太阳，刺眼而炽烈。3人的身影在这耀眼的光芒中变得模糊，仿佛随时都会被这肆虐的光芒力量吞噬他们的视线，什么也看不到，只看到了四周除了那令人窒息的白色光芒外，所有的景物全部消失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也就是刚刚的爆炸瞬间，整个光球内部也发生了震动，让周围的空间环境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扭曲，原本清晰的世界像是被一块巨大的橡皮擦抹去，轮廓变得模糊不清。3人感到一阵强烈的推挤，他们的身体仿佛要被光球的演变所吞没，在这种演变扭曲的力量面前，他们显得无比渺小，甚至不知道是否还能保住自己的性命。灵动和沐尘在混沌中摸索前行，他们能感受到前方有一股无形的玄妙能量在召唤着他们，这股能量像是他们在这白光中唯一的一线生机，尽管微弱，却在他们心中燃起了希望的火花，同时也让他们感觉到一股能够引动他们身上所修之道。灵动、沐尘皆是非常的好奇，他们立马沿着这股无形的玄妙能量踏上了未知全新的征途，也不知道引领他们过去的玄妙能量究竟是什么。随着灵动、沐尘他们逐渐接近那股玄妙的能量时，周边的白色光芒也是逐渐消散，
他们便是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新的世界，新的领域中。这里的环境与之前大不相同，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而又熟悉，仿佛他们有来过这里，又没有来过这里。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迷茫，但他们知道，这应该就是属于他们的大道机缘路。而在光球的另一端，怎么回事？林兄和沐尘呢？他们去哪了？萧炎环顾四周，根本没有看到林动和沐尘的身影。刚刚他们还在激烈的交手，怎么一下去，画面都有了巨大的变化？